我刚做完手术，老公的弟弟要结婚，婆婆让我腾房子给他们当婚房，还威胁说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就把我扫地出门。于是，我让他们全家出门要饭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早晨起床，我发现我家客厅坐了一圈陌生人，公婆和老公都陪着笑，嗑着瓜子，喝着茶水，烟雾缭绕，其乐融融的样子。我愣了半天，才反应过来，这是老公弟弟的女朋友一家人。昨晚弟弟提了一嘴，要带女朋友回家，可没想到是回我家。不过想想也没什么问题，公婆家在农村，交通不便，他俩也在我家住了好几年了。我大病初愈，怕吵，过去简单打了个招呼，就回了卧室，墙不隔音。婆婆嗓门又大，我看会儿书也看不安宁，直到听见她大笑着说：“闺女，咱这房子去年刚装修，结婚你和行就直接住进来。”什么？住进来？我以为我听错了。女儿童言无忌：“奶奶，这是我妈妈的房子。”客厅里热闹的氛围瞬间安静下来，我也竖起耳朵仔细听着。小叔子反应迅速地打圆场：“这孩子啥都是你妈妈的，别瞎说。”可是闭嘴，一边去！婆婆笑得勉强：“小孩子不懂事儿。”我有点震惊：“小孩子不懂事儿？你这么大年纪还不懂事吗？就算用我的房子把人姑娘骗进家门，以后怎么办？”我早习惯了婆婆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没放在心上。外面说什么我没在听，戴上耳机听了会儿歌，打算睡一会儿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婆婆直接撞开我的房门，掀开我的被子，扯着我头发把我从床上拖起来。整天睡，跟养了头猪似的。你闺女那么干，是不是你教的？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公就急忙过来给我盖上衣服。妈，小心点。林轩刚做完手术，婆婆死死瞪着我，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。做手术怎么了？我生下你半个月就下地干活，都像她这么矫情，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平时装得柔柔弱弱的，倒是不耽误长坏心眼子。看看你闺女跟你学的，都把房本拿出来了。我看向门口抱着房本不知所措的女儿，总算明白婆婆突然冲进来发疯是为什么。女儿为证明这房子是我的，把房产证拿了出来，谎言被当众捅破，婆婆脸上挂不住了。女孩和她父母已经走了，小叔子和公公坐在沙发上，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我强压着火，把女儿叫进来，摸着她的头：“妍妍，去对门张叔叔家玩会儿。”女儿不确定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挤出个笑容，点点头。她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老婆，你别跟妈吵，妈就是嘴厉害，没坏心眼儿。老公一直摸着我的背安抚我，我逐渐冷静下来，也早习惯了婆婆无理取闹。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我不知道忍了多少次。我试图跟婆婆沟通：“妈，我没教妍妍，孩子不会撒谎，这房子就是我的呀。”婆婆一拍大腿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的，什么都是你的，连儿子都生不出，好意思要这样奶的，简直丢我们老王家的脸。你生不出，别耽误别人。我还指望行结婚给我抱孙子呢，没婚房怎么结婚？”我简直是无语了。婆婆只要撒泼就拿我生女儿说事儿。刚开始我还跟她普及生物知识，后来也懒得解释了，她偏心偏得太明显了。当初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也没房，这房子还是婚前我拿的首付，贷款也是我在还。小叔子结婚没房，冲我撒什么疯？我又没霸占他的房，我以为他骂两句撒气就得了。
我身体不舒服，不想跟她呛火。没想到婆婆把门一关，脱了鞋就盘腿坐到了我床上，随即狠狠剜了我一眼，凶神恶煞地说：“给你半个月时间，你和小恒带着孩子出去住，把房子腾出来给行行。”我愣住了，我不敢置信，婆婆怎么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？房子她1分钱没出，甚至她儿子都1分钱没出，说让我搬出去就搬出去，我们也不宽裕。我刚做完手术，待业在家搞直播带货，倒是积累了不少粉丝，但效益也不好。老公是体制内工作，5、6千工资，补贴完家用，剩不下多少。要说小叔子结婚办酒席没钱，我可以省出2万块钱帮衬，结果婆婆上来张口就要房子，安得什么心？我态度明确地拒绝她：“妈，我不可能搬出去，你给弟弟租房结婚吧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作为亲嫂子，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吗？”我当着那姑娘爸妈的面说这里就是行行的婚房，你再让我出去租房，我的老脸往哪儿搁？婆婆梗着脖子说的义愤填膺，不知道的以为她受了多大委屈。我气笑了，放嘴炮的时候怎么没想着你的老脸？现在撒泼倒是想起来了。我脸色沉下来：“妈，有时候钱比脸重要，你可以给弟弟买套房子。”婆婆一听就炸毛了：“小恒，你看你娶的好媳妇，她就这么欺负我，欺负咱们老王家，你管不管啊？你小时候出车祸失血过多，可是你弟弟把你救回来的，没有你弟弟哪还有你啊？你可不能当白眼狼。”这故事我听了没有10遍也有9遍。小叔子来我家一趟，婆婆就说1遍，我耳朵都磨起茧子了。老公终于看不下去，出来打圆场：“妈，你别激动，行行结婚肯定是咱家的大事儿，老婆你也别跟妈吵，都是一家人，得想办法解决问题。”我脸色稍缓，没说话。婆婆怎么想还没太有关系，但我得在乎我老公的看法，毕竟要和我过一辈子的是他。老公似乎也没什么好办法，拧着眉头冥思苦想，看见儿子夹在中间为难，婆婆的态度罕见地软下来，再开口语气甚至夹杂着些许委屈：“林轩，你是不是误会妈了？我绝对没有跟你伸手要房子的意思。”我皱了皱眉，看着婆婆。婆婆吸了吸鼻子，用手把眼搓得通红：“你们就搬出去几个月，等行行结完婚，再带孩子搬回来，找个环境好的地方，把病养好，回来你正常上班，我跟你爸还能继续帮你带孩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挺好，看似很合理，两全其美。要是以前，我心软就答应了，可惜我已经上过1遍这种当了。当初公婆说来城里帮我带孩子，结果孩子没看几天，他们背着我把老家房子卖了。从那以后，就心安理得住在我家。我跟老公为此还吵过架。如果这次我真的听他的搬出去，只有2种结果：要不他撒泼耍赖不让我搬回来，要不就7、8口子挤在我不到120平的房子里，还假装让步，假装让我好好休养，假装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着想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不过我没提以前的破事儿，就事论事地说：“妈，我刚做完手术，用药很贵，妍妍每个月幼儿园就要2000多，我们实在挤不出多余的钱租房子。这算啥理由？我在手机上看到过，做完手术多吃鸡蛋补补就行。用的那些进口药都是医院骗你们这些傻子。再说你闺女幼儿园的学费那么贵，干脆别上了。女孩上什么学？长大了还不是嫁到婆家给别人挣钱？你怎么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幼儿园教的唱歌跳舞我也能教，咱不用浪费那个钱，拿来租房子还有剩余呢。她撸着袖子，叉着腰，唾沫横飞，演讲慷慨激昂，
边说边站到了我的床上。我仰头看着她，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，看我不知作何反应的表情。婆婆洋洋得意地露出丝笑容，自以为我被她的气势震慑了。她不知道，我只是震惊了。我被她的无耻和厚脸皮震惊到无以复加。我震惊恶心到这种地步的人是怎么安然无恙活到现在的？你的意思呢？我竭力压制着快喷涌而出的怒火，冷冷地看向王恒。婆婆怎么说，我已经彻底不在乎了。只要我坚持，她再闹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。我只需要王恒一个明确的态度。如果她的态度跟婆婆一样，那这日子就别过了。离婚，我带着女儿单过。王恒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妈，抱着头搓了搓头发，艰难地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你别这么说。林轩的药肯定得吃，妍妍的幼儿园也得正常上，我们经济压力也挺大，房子可能腾不出来。”婆婆的脸色顿时就变了，蹭地从床上站起来。没想到从小到大都很听话的儿子，居然跟她唱反调。我只觉得松了口气，还好王恒站在我这边。不过我这口气松早了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浑身的血都凉了。老婆，既然房子腾不出来，要不就卖了你爸妈陪嫁的金条，反正我们临时用不到，不如给行凑凑婚房首付。好啊，闹了半天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这母子俩一唱一和的，一个惦记我的房子，一个惦记我的陪嫁金条，不把我家底掏空誓不罢休。这明显就是想让我净身出户。听见有金条，婆婆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什么金条？你爸妈还给你陪嫁金条了？我没说话，就那么看着王恒。我觉得已经不生气了，只是好笑，甚至有点说不出的期待，想看看这家人还能做出什么令人发指的事儿。我还能有幸见证怎样的物种多样性？什么金条？公公和小叔子猛地撞开我的房门冲了进来，一家人像饿疯了的狼一样把我堵在墙角。问你呢？哑巴了？婆婆眼里冒着绿光，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。我反应很快，侧身躲了躲。她踉跄着趴到了墙上。臭婊子，妈打你是给你面子，还敢躲？我还没抬起头，王恒直接抓住我手腕，啪啪甩了我2耳光。我眼前黑了一阵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感觉鼻子里涌出2股热流，嘴里紧接着弥漫出一股腥味。哥，你硬气点行不行？女人不打不听话，你打她一次就记住了，金条银条的都得乖乖拿出来。恒，她身上有刀口。刀口怎么了？又不是什么大手术，你就是老惯着他才敢藏私房钱。王恒又照着我的腰狠狠踹了一脚。我捂着鼻子，头昏眼花地看向王恒，他眼里闪过一丝心疼，更多的是心虚和慌乱，急忙抽了纸巾帮我捂鼻子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这金条就当恒借咱的，以后等他赚钱必须让他还。还什么还呀？弟弟结婚，嫂子出钱，本来就天经地义。就是，快说金条藏哪儿了？说，不然打你都是轻的。公公婆婆龇牙咧嘴地恐吓我。王恒这2巴掌扇醒了我，我对王恒彻底死心了。我现在心里就2个想法：离婚，让这家人滚出我的生活。不过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跟他们正面对抗没什么胜算。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我稳了稳心神，抱着头缩到墙角，故意做出一副吓惨了的样子。别打，别打！我把金条都拿出来。王恒紧绷的脸色立刻松了，激动搂住我的肩膀。老婆，你愿意拿出来了？我肩膀轻轻地发着抖，脸色煞白，虚弱地点了点头。我最近都病糊涂了，忘了我爸妈给我的陪嫁，
这本来是留给妍妍上学的。老公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临时用不着，金条不多，但够给弟弟拿首付的。听到我如此通情达理，婆婆立刻喜上眉梢。林轩，把钱拿出来，叫识物，一家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好说，你不听，非逼我动手，这不是犯贱吗？公公也高兴的眼睛都没了，就是你怎么不早点说，这俩大嘴巴都白挨了。王航冷笑一声，洋洋得意看着我，觉得我肯松口都是他的功劳，最终满意的点点头。快说，你金条藏哪儿了？跟我来。路过全身净时，我瞥了一眼，半边脸都是血，脸上很明显的2片手掌印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跟疯子没两样。我偷偷打开了平时卖货的直播间，表情惊恐，瑟瑟发抖地缩在沙发里。王航从地下室搬来了梯子，随手把盖梯子的破布扔到我身上，灰尘糊了我一脸。婆婆拿鸡毛掸子敲敲天花板，回身啪啪2下抽我胳膊，一阵火辣辣的疼。我皮肤白，顿时留下2条狰狞的红印。林轩，你藏得可真严实，这顶棚上边居然还有暗格，你就跟防贼似的防着我们，连你老公都不相信。王恒神色担忧，看了眼我的胳膊，犹豫片刻，没来阻止婆婆，反倒是低声劝慰我：林轩，你让妈出气，不然咱们全家今天都不得安宁。看在我和妍妍的面子上，你忍忍。我疼得表情扭曲，死死抿着嘴唇，隐忍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又中邪似的连连摇头。老公，我不敢藏着，装修的时候让师傅留了暗格，把陪嫁的金条放进去以后就忘了。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瞒着你们。胡说八道！婆婆又是一鸡毛掸子抽到我脸上，臭不要脸的还敢撒谎！要不是我儿子说你有金条，我们哪辈子才能找着？我痛苦地捂着脸，没再说话，偷偷瞥了眼直播间，眼熟的粉丝逐渐都进来了，看我满脸血都很猛。战损装吗？什么眼神？不是装。主播什么情况？主播好像被恶婆婆家暴了。主播老公是死的吗？她老公说的什么屁话？家暴者死，进去待着吧。要不要报警啊？我偷偷调转了镜头，一家人伸长脖仰头盯着天花板。王航打开暗格，小心翼翼地拿出放金条的盒子，掂了掂，这么沉，够交首付了。他站在梯子上，得意地晃了晃盒子。公婆眼睛发绿，像饿惨了的2头饿狼，捧着金条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，这么多呢！这可都是999足金的。王恒也凑过去，连忙抓起2根金条塞进裤兜，生怕婆婆把金条全给王航。妈，给我和林轩剩2根，航的首付有着落了，以后妍妍上学也需要钱，剩什么剩啊？婆婆龇牙咧嘴，硬是把金条从王恒兜里掏出来。你明天就跟他离婚。这不祥的女人浑身是病，肚子不争气，又生不出儿子，你留着她有什么用？什么？王恒惊了，婆婆瞥了我一眼，慢悠悠笑着说：跟他离婚，然后把小顾接进家门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王恒的脸色骤然变得很难看，我也皱了皱眉。婆婆理所当然地说：上个月你说去市里开会，不是陪小顾产检了吗？现在有3个多月了吧？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妈，你别瞎说。王恒的脸色煞白，就几秒钟的时间，冷汗都下来了。看他心虚的样，不像是空穴来风。我对王恒的认识再次被刷新了。平时看着老实，3脚踹不出个屁，居然有本事在外头养3儿，还怀孕了。不过我完全能理解王恒为什么这么紧张，当然不是怕被我发现。他在市政体制内工作
私生活绝对不能出问题。此时，一条长弹幕刷过去，足以概括我的心情。这家人的三观，简直比我手里的旺旺碎冰冰还碎。主播快跑啊！老公出轨，婆婆家暴，要把三儿接进家里，都是中国字，我怎么看不懂？小叔子还抢主播的婚前财产，真就硬抢啊！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畜生一家人。我红着眼睛看向王恒，老公，妈说的是真的吗？王恒整个人都慌了，话说不利索。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哪来的什么小顾？婆婆以为王恒怕我呢，一把将他儿子扯到旁边，抱着金条盒子沾沾自喜，遮遮掩掩的干什么？林轩，你赶紧跟小恒离婚，带着你闺女净身出户，别占着我们家地方不下蛋，你要不要脸呢？我偷偷调转手机，把话筒冲着婆婆那边，声音哽咽委屈的快哭出来了。这是我的房子，首付我拿，贷款我还，怎么离婚反倒是我净身出户啊妈？婆婆蛮不讲理地说，你别跟我提首付贷款什么的，你当初既然嫁给小恒，你所有的钱啊房子啊就都有小恒的份，没生儿子让你净身出户不委屈你？妈，别跟他废话。王航迅速把金条倒进他包里，现在就打印卖房的合同，自己家走个形式，不用给钱，还有离婚手续也办了。6、7根金条自己藏了这么多年，我可不想要这么自私的嫂子。狗咬人，长见识了，赶紧离婚吧！是不是类猿猴进化成人类的时候，把他们家给落下了？马喽成精啦！主播快跑！已报警！已报警！我勾了勾唇角，看着蹭蹭上涨的直播观看人数，我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。不过意外知道那个小顾的存在，我想给王恒再添把火。我抹了把眼泪，表情惨淡，悲痛欲绝地看着王恒。老公，我最近做手术，没时间陪你。妈说的那个小顾也是市政厅的吗？王恒看到我如此发问，心虚和心疼都溢于言表，却又无法张嘴解释什么。婆婆叉着腰，得意洋洋地笑了笑。小顾当然是市政厅的，管计划生育的，工作比你强得多，赚的还比你多，跟手机隔着影挺远。我仿佛都能听见直播评论区和弹幕区爆炸的声音。大瓜，某市政厅火了，市政厅某领导编内玩得这么花吗？惭愧，我认识这对奸夫淫妇，计划生育都把自己计划的快生育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扯了扯嘴角，乖顺点点头，我同意离婚，房子陪嫁金条存款都留给你，我只要妍妍的抚养权。老婆王恒眼眶有些红，她可能不想离婚，但没理由挽留，也不敢忤逆婆婆，更抗拒不了房子、金条和票子那种最直接的诱惑，只是靠着我坐在沙发上，沉默着，紧紧抓住我的手。我没把手抽回来，不断抽泣，哽咽着擦眼泪，继续扮演因丈夫出轨而受尽委屈的草包妻子和伟大母亲。别婆婆妈妈的，还是不是男人了？赶紧打印卖房合同，让他签字才是正事。公婆已经把我的房本、户口簿和身份证都翻出来了。王航过来拽着我手腕，准备压着我去打印合同。咚咚咚，房门忽然响了，我神经一紧，心顿时提到嗓子眼。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看见妈妈满脸血。公公骂骂咧咧开门，不是女儿。门外边站着4个人，2男2女，分别穿着警察制服和便衣正装。我把手机摄像头对着门口，男警察出示证件，有人报警，你们涉嫌暴力勒索他人私有财物、胁迫等行为，所有人跟我到警局说清楚。他们表情很猛，都是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。
王航保持抓我的姿势没放，不高兴地皱了皱眉。警察叔叔，找错门了吧？我哥是市政厅的，认识派出所所长。王恒挤到最前面，搓搓手试探问：是啊，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男警察公事公办地说：你认识谁跟我没关系，勒索、侵占他人财物，搞没搞错，跟我回去调查就清楚了。什么调查？谁报的警？婆婆一听就急得跳了起来，拿着鸡毛掸子冲到我面前。林轩，是不是你？王恒连忙拦住他，生怕他当着警察的面撒泼。女警也迅速把我护在身后。警察在这儿还敢动手？婆婆叉着腰，气焰依旧嚣张，天老大他老二的模样。我说：你们当警察的管得真够宽的，我自己家儿媳妇，动不动手关你屁事？我打死他你们也管不着。他情绪激动，还想冲上去打警察。王恒吓死了，手忙脚乱地拦住他。接受调查是一回事儿，要是袭警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他陪着笑脸，转头好声好气跟两位警察说：警察同志，这肯定有误会。我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我也是农民的儿子。我们跟你回去接受调查，要是里边有问题，我任凭处置。王恒虽然是编内人员，文化水平比睁眼瞎的公婆高得多，但仍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有问题。在他眼里，可能就是家庭纠纷和矛盾闹得大点，跟警察回去说清楚就行。意料之中，其他人不干，他们觉得警察局不是讲理的地方，犯了事才进去。婆婆往地上一坐，拍着大腿就开始哭闹撒泼。我农村妇女又没犯法，凭什么跟你们调查？警察了不起，警察就能随便欺负小老百姓了？王航关上门，一脚踹断了拖把头，抓紧了拖把杆，拉开架势，凶神恶煞的，随时准备冲上去跟人家警察干仗。公公也骂骂咧咧的，不大的客厅里混乱不已。女警打了个电话，很快上来两个警察，把公公婆婆和王航给控制住了。王恒也跟着松了口气，他怕再折腾真闹成袭警事件。赶紧走吧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一定好好配合你们调查。王恒，你不能去。刚穿便衣的男女自始至终没说话，这时候忽然来了句：王恒一顿。便衣男出示了一下证件：我们是纪检委的，群众举报你生活作风有问题，在接受组织调查的期间，你不能跟外界接触，跟我们走吧。王恒脸色顿时变了，惊慌失措，猛地回头看向我。我用湿巾慢慢擦着脸上的血，红着眼，无辜地冲他晃晃手机：对不起，直播间忘关了，他们被警察和纪检带走了。女警带我去医院处理外伤，到的稍微晚点儿，我没见到婆婆他们，把遭遇如实跟警察说了。警察在王航包里搜出金条，我的直播上了同城热搜。有懂这方面的律师私信我，小叔子的行为属于暴力敲诈勒索，按程序走的蹲监狱。金条的价值跟量刑有关，爸妈6年前买的时候10万块，现在不说翻儿也涨了不少，我不知道怎么算。律师说没有谅解书的话，3年以上10年以下。公婆的行为连家暴都不算，在警局连哭带嚎闹了一通，就回了我的房子。我带着女儿去了闺蜜家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。半个月后，公婆敲响了闺蜜家门，婆婆局促地站在门口，完全没有平时的嚣张跋扈，手里拎着2箱营养品。见到我，她立刻抓住我的手，眼里含泪，可怜兮兮看着我。嫁给王恒6年，我还从来不知道她姿态可以这么低。轩轩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
警察现在把行行关起来了，说的要你写的谅解书才管用，你给妈写一个吧。我面无表情，垂眼看着他。公公也收了臭脾气，苦笑了2声。是啊，轩轩，咱们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爸知道行行坐牢对妍妍的前途有影响，你得顾及你闺女吧。我简直哭笑不得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老两口居然拿女儿的前途威胁我。闺蜜气不过，吼道：妍妍的前途不牢，你们担心，有空先担心你儿子吧。要谅解书想起跟林轩是一家人了，打他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是你儿媳妇啊？还上门来找他，要不要脸呢？婆婆被骂得脸发绿，气得鼻子歪着，也不敢反驳，毕竟他们有求于我。闺蜜继续输出：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当公婆的，儿子找三儿光宗耀祖啊，还让林轩给腾地方，你俩给腾地方吧。火葬场连人带和2斤，还白送朵菊花。我压了压嘴角，默默欣赏了一会儿老两口脸上精彩纷呈的表情，最终爽快地拍了板：谅解书没问题，不过你们先让王恒来和我离婚，只要拿到妍妍的抚养权，我就把谅解书交给王恒。好好好，他回来我跟他说。婆婆便秘的脸色有所缓和，答应得非常痛快。赶走生不出孙子的儿媳妇，不喜欢的孙女也带走，婆婆的脸都快笑烂了。王恒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，他被纪检委带走后的情况我也有所耳闻。他和他的情妇被查双双革职，编内单位永不录用，也遭遇了网暴。所以过了几天他给我打来的时候，是个新手机号，光从声音就能听出疲惫，情绪处在崩溃的边缘。老婆，能不能别让你直播间的那些粉丝给我打电话了？我现在不敢开机，不敢上网，连门都不敢出。我弯弯唇角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废话少说，我们谈谈离婚的事儿。他沉默了将近1分钟，艰难地说：我不想离婚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离婚，自始至终都是我爸妈逼的。老婆，以后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，你不想跟爸妈住，我就给他们租房子，不让他们干涉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之前很幸福啊，老婆，你看在妍妍的面子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她还那么小，不能没有爸爸。我差点就被他感动了。沉默片刻，直接反问道：那你找的那个小顾怎么办？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。王恒愣了愣，哑口无言。他这一瞬间的犹豫，我就彻底看清了王恒的企图。这个男人未必真不想离婚，只是他不能在短时间没了工作，还没了家庭。他跟我离婚后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而只要王恒不同意离婚，那就得走正常法律程序。我手术还没休息好，不能折腾，也不想女儿那么小就上法庭。我叹了口气，心软下来。这样吧，我们毕竟是6年夫妻，真不忍心看你流浪街头。离了婚，我把那套房子留给你。真的？王恒以为听错了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？我眯了眯眼，让小顾把孩子打掉。我听见那边一片死寂，你别误会。我温声笑了笑，小顾年纪不大吧？你好好办场婚礼，娶她进门，新娘大着肚子，算是怎么回事儿？你妈最看重名声，也全当热闹热闹，去晦气。王恒似乎在权衡，没出声，我也没有再劝，让他考虑考虑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，对于这样全无人性的一家人来说，这问题不用过多考虑。孩子没有可以再怀，房子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果然，王恒很快打来电话，我们约好离婚冷静期后就办手续。闺蜜陪我去的民政局，让我震惊的是，王恒旁边站着个20来岁的女孩，看见我连头不敢抬，
我抬起他的下巴，小姑，他垂着眼。王恒的脸色也很难看，把流产的单子递给了我。我扫了他一眼，进了民政局。20分钟，我手里多了本离婚证，作为交换，我把已经签好字的卖房合同以及王恒的谅解书一并给王恒。闺蜜斜了我一眼，离婚证送房子。林轩，你是我见过最大方的前妻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1个月后，天气冷了，我开车经过以前的家，看见熟悉的家具被扔到了大街上。这房子早就被拍卖了，这合同没法律效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